有缘人，你终于来了。刷到这条影片并非偶然，而是冥冥中天命的安排，你即将开启好运。感谢大家的订阅。频道今日要为诸位信众讲述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：住宅大门的玄机。哎呀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风水门道啊！作为一个修行几十载的风水师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，你家的大门就是财运和贵人的入口。师傅，这话怎么说呢？我知道很多信众会有疑问，让我慢慢道来。大门在风水学上有个专业称呼，叫做纳气口。诸位要知道，天地之间万物皆有灵气，这灵气呀，就好比是我们人的血脉，血脉通畅，人就健康；气脉通达，运势就兴旺。你说说，一个人的家里最重要的气口在哪里？那可不就是大门吗？我经常跟我的徒弟们说，大门如人脸，窗户似眼睛，整个房子就是一个人的身体。如果你的大门整日杂物堆积，垃圾遍地，这不就跟人的脸上沾满污渍一样难看吗？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杂物会阻碍灵气进入你的家门。哎呦喂，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分享一个真实案例。前些日子，有个老主顾找到我，说他最近诸事不顺，生意也不好做。我去他家一看，好家伙，大门口堆满了各种快递盒子、外卖盒子，还有一堆破烂鞋子，这不是把财神爷都给挡在门外了吗？所以说，想要开运，第一步就是要好好整理你家的大门。来，我现在就告诉大家，有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门口的。第一类，鞋子。很多人图方便，把鞋子都堆在门口，殊不知，鞋子在风水学上属于污秽之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鞋子是踩在地上的，会沾染地气，这种气息会影响整个家的运势，特别是破旧的鞋子，更要及时清理掉。第二类，枯萎的植物。哎呀妈呀，这个要特别注意，活的植物象征生机，但死掉的植物却会带来衰败之气。我见过太多人家门口摆着枯死的发财树，这不是讽刺吗？枯萎的植物会影响你的事业运和财运，赶紧清理掉。第三类，垃圾废物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垃圾会招来污秽之气，有些人习惯把垃圾袋暂时放在门口，等出门的时候再丢，这个习惯要改。垃圾放在门口，就等于把晦气放在了家的入口处。而且啊，最重要的是，门口的清洁不能马虎。每天早上第一件事，就是要把门口打扫干净。为什么要选在早上呢？因为早晨是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，这时候清理门口，就等于给一天开个好头。记住我的话，门前整洁，运势自来；杂物堆积，福气难开。这可都是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智慧啊！说到这里，我知道有些信众会问，师傅，那我家门口有什么东西是必须要摆放的呢？哎呀，说到这个问题，就不得不提到纳气三宝了。第一宝，活体植物。记住啊，一定要是生机勃勃的植物。我特别推荐富贵竹或者发财树。这些植物不仅好养活，而且寓意特别好。但是切记，如果你实在没时间打理植物，那宁可不摆，也不要摆一盆蔫头耷脑的植物在门口。第二宝，铜制摆件。铜在风水学上有辟邪纳福的功效，最简单的就是放一对铜钱，寓意财源滚滚。如果条件允许，也可以摆放铜制的麒麟或者貔貅，这些都是招财纳福的好物件。第三宝，光明。这个可太重要了，门口一定要保持明亮，但是也不能太刺眼。我建议在门口安装一盏暖黄色的灯，既不会太耀眼，又能驱散阴气。记住一句话，门前明亮，前程光亮。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提醒大家3个关于门的大忌，这些都是我行医多年，
看过太多案例总结出来的经验。第一忌，门有损坏。门如果有裂缝、缺角或者油漆剥落，这都是大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门代表着一家的门面，门受损就意味着家运受损。我曾经见过一户人家，他们家的门长期有个豁口没修，结果那一年生意上就出现了漏洞，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第二忌，门锁不灵，这个要特别注意啊。门锁代表着守财，如果门锁坏了，尤其是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，这就预示着财运不稳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门锁常修，财运常驻。第三忌，镜子对门。哎呦喂，这可是大忌中的大忌啊！很多人为了图个时尚，在玄关处挂个大镜子，还美其名曰增加空间感。须知道，镜子在风水学上有反射之效，如果对着大门，会把进门的福气全都反射出去。这就好比把到手的财运又推出门外，多可惜呀！我经常遇到有信众问，师傅，那镜子究竟该怎么挂呢？很简单，镜子最好挂在进门后的侧面墙上，这样既能照到人，又不会把福气反射出去。这可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。说到这里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门的颜色问题。很多人觉得门的颜色无所谓，只要好看就行，这可大错特错了。门的颜色要根据房子的坐向和主人的生辰八字来选择。比方说，如果你的房子坐北朝南，那么大门最适合用红色或紫色，因为这两种颜色属火，能旺南方的火气。如果是坐东朝西的房子，那么棕色或者绿色的门就最合适，因为这属木，能生东方的木气。师傅，那如果不知道自己房子的方位怎么办？哎呀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不过也不用太担心。如果实在不清楚，选择深棕色的门是最稳妥的，因为棕色属土，中正平和，不会犯太大的忌讳。接下来说说大门的开合问题，这个虽然看似简单，但是门道可深着呢。首先，门一定要能开到90度以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门开得大，就意味着开运的力度大。我之前就见过一户人家，门被鞋柜卡住，只能开45度，结果这家人做什么事情都犯难。后来把鞋柜挪开了，运势立马就不一样了。还有啊，门轴一定要定期上油，绝对不能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。这个声音不仅刺耳，在风水上也大有讲究。中医讲有声则有气，门轴发出的噪音会扰乱门口的气场，时间长了会影响家运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了前2天的一个案例。有个老主顾来找我，说他儿子找对象总不顺利。我去他家一看，果然问题就出在大门上。他家大门口正对着一面镜子，而且门轴都生锈了，开门的时候咯吱咯吱响，这不就等于把姻缘全都挡在门外了吗？我给他支了3招。第一，把镜子换个位置；第二，把门轴上好油；第三，在门口放一对同心结。这不，前2天他给我打电话说，儿子谈对象的事情有着落了。这就是风水的玄妙之处啊。再说说门口的照明问题，我发现很多人家的门口照明都不太合适，要么太暗，要么太亮。记住，门口的灯光要柔和，不能太刺眼，也不能昏暗，最好用暖色调的灯，既旺气又温馨。那师傅，灯具选什么样的好呢？这个问题问得也很到位。我建议选择铜制或者水晶的灯具，这2种材质都有聚气纳财的功效，但是要注意，灯具的式样不要太过花哨，要庄重大方。有信众问我，师傅，我家装修的时候，设计师说要在门口做一面装饰墙，这样好看，这个可以吗？哎呀，说到这个问题，可真是说到点子上了。门口的装饰墙这个讲究可大了。首先，
装饰墙的材质要慎选，瓷砖反光的不要用，容易形成反光，伤眼又破财。最好用实木或者壁纸，既美观又聚财。不过啊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，装饰墙上不要挂太多东西。很多人喜欢在门口挂全家福，这个是可以的，但是位置要讲究，全家福要挂在进门右手边的墙上，这样才能起到旺家旺运的作用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。有个老主顾，他家是做服装生意的，去年生意特别不好，他就请我去看看。我一进门就发现问题了，他家门口挂了一幅山水画，画的是瀑布奔流，这可了不得。瀑布虽然气势磅礴，但是在风水上属于泄财的格局。我让他换成一幅荷花图，寓意和气生财。这不，今年生意就红火起来了。门口的地垫也是有讲究的，最好选择红色或者棕色的地垫，图案要简单大方，不要太花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地垫是踩在脚下的，太花哨反而不吉利。还有啊，地垫一定要定期清洗，如果发现磨损就要及时更换，破旧的地垫会影响门口的气场。师傅，那门口放什么植物最好呢？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，我最推荐的是富贵竹和发财树，这两种植物好养活，而且寓意特别好。不过要注意，植物要定期浇水，保持枝叶舒展，生机勃勃。如果发现叶子发黄，要立即修剪掉。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，就是门口不能摆放仙人掌或者带刺的植物。虽然这些植物也能旺盛生长，但是带刺的东西容易伤人，在风水上也不太吉利。记住啊，门前的植物一定要枝繁叶茂，生机勃勃，这样才能带来好运势。我经常说，门前一草一木，皆为运势之基。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。说了这么多风水的讲究，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极其重要的秘诀，讲究风水，更要讲究心态。俗话说，心诚则灵，风水再好，心态不好也是枉然。我常跟信众们说，大门要敞开，心门更要打开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们不仅要保持家门的整洁，更要保持一颗善良宽容的心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有个信众天天念叨要发财，可是看到别人来借钱就冷眼相待，这样的心态，就算把家里的风水布置得再好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我常说，心正则运转，运转则福至。每天早上开门的时候，不妨深吸一口气，默念感恩二字。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更是一种纳福的智慧。我经常教导信众，开门见喜，始于心念。说到这里，不知不觉已经讲了很多。作为一个研究风水几十年的老道人，我要告诉大家，风水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，它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结晶。善用风水，能让我们的生活更顺遂。但是千万记住，再好的风水也要配上一颗善良的心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。如果想要了解更多风水知识，欢迎点赞订阅，每天上新影片。记住，频道在这里等着你。善缘难得，莫失良机啊！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，门前有镜通千里，心中有爱传万家。祝愿各位前程似锦，家庭和睦，财运亨通。门道之道，不仅在门，更在道。各位，后会有期。